大家好，我是晴。今天这期我们直接来讲投资世界里一条几乎每个人都听过，但真正懂、真正做得到的人很少。风险与报酬。你一定听过这句话，高报酬通常伴随高风险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，这不就是常识吗？这有什么好讲的？问题就在这里，大家都听过，真的懂的人却很少。嘴巴上知道，做选择的时候能接受的人更少。因为真正困难的不是背出这句话，而是当你真的看到一个报酬很高的东西时，你有没有办法冷静地问自己，这个高报酬背后我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？很多人问我，晴，有没有那种报酬高又很稳又没风险的投资啊？我每次都想说有啊，叫做做梦。但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因为你还不知道金融世界有一条铁律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越想拿到高报酬，通常就越得承担高风险。你不可能既要银行定存的安全，又要热门资产那种很高的报酬，更不可能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风险都不想承担，却期待自己每年都有15%、20%的漂亮成绩。这种想法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，它不是在投资，它是在幻想。先帮你把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丢出来，报酬不是白送的。比较高的报酬通常是你承担某种风险之后，市场给你的补偿。注意，是补偿，不是奖品。也就是说，你之所以有机会拿到更高报酬，是因为你同时接受了更大的波动、更高的不确定性、更有可能出错的判断、更难承受的心理压力，这些全部都是代价。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这个很稳，风险很低，但报酬很高，你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太好了，我要不要赶快进去？你第一个反应应该是，这里面是不是有我还没看见的风险？因为正常的投资世界里，低风险高报酬这种东西非常少。如果它真的这么完美，市场上的人早就抢光了。所以直接讲，高报酬低风险，如果一直有人强调，通常就该先提高警觉。这不代表每一个高报酬机会都是骗局，但它代表你一定不能只看到甜的那一面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先把风险这个词讲清楚。很多人一听到风险，第一反应是会不会赔钱，这样想不算错，但不够完整。在投资里，风险更白话的意思其实是结果跟你原本预期差很多的可能性。例如，你原本以为这个应该很稳，结果它跌很多。你原本以为3年后应该会成长，结果3年后几乎没动。你原本以为我扛得住，结果一跌你就慌到睡不着。这些都叫风险。所以风险不只是会不会归零，而是你有没有可能碰到一个你承受不起的结果。这句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真正的问题不是他完全不懂风险，而是他以为自己承受得起，结果其实承受不起。这里再补一个常听到的词，波动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价格上下晃动的有多大。如果一个东西今天涨5%，明天跌7%，后天又涨4%，这种就叫波动很大。波动本身不一定等于永久亏损，但它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压力来源。因为很多人真正撑不住的不是资产没有价值，而是价格一波动，他心里先爆了。所以讲一个很多新手最容易忽略的是，风险不是只存在产品里，风险也存在你自己身上。同样一个资产，有的人扛得住，有的人扛不住。同样跌20%，有人觉得这是正常波动，有人觉得完了，我是不是快没了？所以投资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个东西风险高不高，而是这个风险你承受不承受得起，这才是真正关键。如果一个投资工具，它的波动和不确定性会把你搞到睡不着，乱砍乱追，那它对你来说就不算适合。所以老师给你一个很实用的原则，在你承受得起的风险范围内追求合理的报酬，不是一味追求最高报酬，不是看到谁赚很快你就想跟，不是嘴巴说自己想稳稳来，心里却一直幻想翻倍，这才是比较成熟的投资思维。
那什么叫承受得起？简单给你3个判断维度。第一个，年龄与时间。你越年轻，通常时间越多。时间越多，代表你遇到短期波动还有比较大的空间，慢慢等回来。第二个，财务状况。如果你连紧急预备金都没有，收入也不稳，手上还有高利负债，那你现在最该做的，通常不是去追高风险报酬。第三个，也是最常被忽略的，心理素质。这个非常重要。你问自己一句话就好：如果这笔投资明天跌30%，我睡得着吗？如果你会紧张，会失眠，会一直想打开 app 看，会忍不住乱卖，那代表这种风险对你来说就太大了。这跟你几岁、赚多少未必完全有关。有些人条件很好，但心里就是扛不住波动，那他一样不适合过高风险的东西。所以想再说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能让你睡得着的投资才是对你有意义的投资。所以如果你开始学投资，不要只问哪个赚最多，你更应该先问这个风险我承不承担得起。只要这个问题你开始认真想，你就已经比很多只看报酬不看代价的人更接近真正的投资了。最后帮大家把今天这集收成4句话。第一句，风险与报酬通常是绑在一起的。第二句，高风险不等于高报酬保证，它只代表结果更不确定。第三句，真正的风险不只是产品本身，还包括你自己扛不扛得住。第4句，在你承受得起的风险范围内，追求合理的报酬才是普通人最该学的事。如果这期有帮你把风险与报酬这件事讲明白，记得订阅。我们下次继续把投资讲人话，把市场看明白。我是晴，这里是投资晴姐，我们下期见。See it clear。